现在的相机呢，虽然非常的先进，但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明白你想拍摄的感觉。也许在有些情况下，你只需要学会调整这一个参数，你的照片就会有很大的提升。它除了会影响照片的明暗程度，还会影响除拍摄主体外背景的清晰程度。有的时候大家会夸一张照片好看，画面柔美，人物突出，还有人会说你这一看就是单反拍的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大家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今天来说说其中的一个因素，光圈。欢迎收看光圈仔的频道，我是光圈仔。有朋友问我，为什么你多次拍出来的照片画面感是一致的，而我拍的照片一会儿背景清晰，一会儿背景模糊？当然使用的都是单反相机，但设置的却是自动挡。自动挡呢，就是一个将光圈、快门甚至感光度都交给相机来决定。现在的相机呢，虽然非常的先进，但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明白你想拍摄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今天不是想来跟大家说说应该用什么的档位来进行拍摄，而是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帮大家理解一个看似简单，其实可能也并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，那就是光圈。也许在有些情况下，你只需要学会调整这一个参数，你的照片就会有很大的提升。有的镜头上会有专门调节光圈的位置，有的呢则是通过相机手柄上的转轮来进行调整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光圈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镜头上一扇可以控制光线进入量的门，光圈越大，进入的光线越多，画面更亮；光圈越小呢，进入的光线越少，画面更暗。光圈通常用 F 加数字进行表示，常见的有 F1.4、F2.8 等很多种。F 的意思是 focal length， 也就是焦距，而 F1.4 这种表示其实是源自于光圈值的定义公式 ，F 等于焦距除以光圈的直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你用的是一个50毫米焦距的镜头，如果光圈现在开的直径是 35.7 毫米，那么通过公式 F 等于50除以 35.7， 那么就等于 1.4。那么如果光圈开的直径呢是 17.85 毫米， F 等于50除以 17.85， 也就是 2.8。 我们能看到前者 35.7 毫米的直径，它肯定会大于 17.85 毫米。在 F 值上的表示就是 F1.4， 拍出来会更亮。 F2.8 呢，拍出来就会相对较暗。我们也可以把 F 值理解为1除以 1.4 和1除以 2.8。 当 1.4 和 2.8 作为分母来看，那么 2.8 肯定会比 1.4 要小，所以当 F 值数字越大的时候，光圈就会越小，拍出的效果呢也就越暗。我们现在知道了光圈是控制进光量大小的门，它除了会影响照片的明暗程度，还会影响除拍摄主体外背景的清晰程度。我们来做个小实验，看光圈和背景模糊程度的关系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。如果有什么内容是你想看的，你可以通过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。让我们实验继续。现在我在桌上放了2台摄像机作为我们的拍摄主体，它们和照相机的空间关系呢是这样的：离照相机近的这台就是我们实验拍摄的主角，后边的那台作为背景。现在我们用 1.4 的光圈进行拍摄，可以看见前面的这台摄像机 logo 十分清晰，但随着照片中被拍摄物体上不同位置到照相机的距离不断增加，可以看见清晰度也开始下降。模糊的那一部分呢，就是在景深外了。所以景深就是照片里清晰的那一段的距离。从照片中大家不难看出，随着光圈不断的减小，我们被拍摄主体外的背景呢也发生了改变，模糊程度在逐渐的降低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景深在不断的增加，我们能够从照片中看出被拍摄物体的背景呢也越来越清晰。总的来说，光圈和景深的关系呢是光圈越大，景深越浅；光圈越小呢，景深就越深。在人像摄影或风光摄影中，特别常见景深的体现。在人像摄影中，摄影师会把人像的背景拍摄的柔和模糊，从而呢突出主体。但在风光摄影中，我们通常希望将整幅画面都拍摄的尽量清晰。那么大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，可以通过改变光圈的大小来达到控制背景虚化的目的。你可以通过改变相机上的设定来体验手动调节光圈后照片的变化。将拍摄模式调节成 A 档 ，A 档就是光圈优先。那么你可以手动设置你的光圈，相机呢会自动帮你调节快门速度，来保证正确的曝光。那现在很多人是不是就会认为，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就应该把光圈开到最大，拍景的时候呢就应该把光圈开到最小？但摄影师们会关注一个新的点，
就是画面的锐度。锐度是会被光圈影响的，当光圈太小，光线会在夹缝中发生衍射，画面呢会变软，也就是没有那么锐。太大的光圈呢也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可能会带来一些光学问题，比如球面相差、色差、曲面对焦这些问题。但这些问题呢没有那么重要，我们可以通过后期或者稍微缩小光圈来进行改善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最佳的画质范围是当光圈设置在 5.6 到11的这个范围区间。我跟大家说几个常用的光圈设定吧。拍人像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 2.8 或者是4，背景呢会有一定的虚化。拍风景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8或者11，整体画面呢会比较清楚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你想突出谁就模糊谁的背景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拍摄夜景，你可以使用 f1.8 的光圈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夜里呢光照条件不强，在我们不使用三脚架手持进行拍摄的时候呢，可以用 f1.8 来增加进光量。当我们想拍摄的景色或者建筑物离我们距离较远，对焦距离都是无限远时， f1.8 所带来的景深呢并不会特别影响画面。其实不光是拍摄夜景，这个主要取决于被拍摄物体和你的距离。在光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，如果没有什么前景需要被拍摄清晰，或者压根就没有前景，被拍摄的物体呢都离你很远，对焦距离在镜头上的显示都是无穷远。那么你可以使用大光圈来进行拍摄，光圈的改变不会对景深产生影响，但是有可能会影响画面的锐度。光照充足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根据需要来缩减光圈，来提高画面质量。还有一种拍摄加后期的方式，可以让你既使用这支镜头最佳的光圈档位，又可以拍出一张让画面中所有景物都清晰的方式，叫景深合成。有的相机呢自己就已经带有景深合成的预设，有的呢需要自己手动来进行设定。总体来说呢，就是拍摄对焦点在不同位置的照片，通过后期将多张照片合成在一起的方式，去获得一张基本上完全清晰的照片。很多时候产品拍摄或者静物摄影都可以用到。画面中呢，我所演示的就是使用尼康 Z8， 通过设置自动拍摄40张照片，然后进行电脑合成，最后呈现给大家看的就是通过景深合成后的照片了。光圈呢，在拍摄中是一个很小的变量，却也是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它可以开得很大，聚焦一朵花、一双眼，也可以收得很小，把整片山河都收进画面。摄影师用它去感受光影的变化，也用它记录了每一个让我们停下来的瞬间。有时候是一个画面触动了我，有时候是一个情绪，刚好能通过光圈去进行表达。所以我叫光圈仔，透过光圈这个视角去记录这个世界千变万化的样子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